宋姐是我在溜娃的时候认识的，两个人比较投缘，聊着聊着就熟络起来了。当我知道他的3个孩子都是博士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亮起来了，忍不住拖着他的手向他讨要育儿经。他说夫妻俩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培养孩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喜欢带孩子去郊游，跟大自然交朋友，跟图书交朋友。乍一听好像真的没什么特别，但是深入细究你会发现，每个培养细节都紧扣大脑发育的基本规律。刚开始郊游的时候，大女儿才3岁，正是好奇心最强的时候，见着什么都问。尴尬的是，他们很多时候都答不上来。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两个人买了很多自然图鉴回来跟孩子一起看，有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做支撑，不但一问三不知的尴尬局面没有了，还能跟孩子做深入的交流。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孩子似乎很享受这种边玩耍边学习的状态。每次郊游回来，孩子都会带着新的疑问重新扎进书中，开始新一轮的探索。受到姐姐的影响，两个弟弟也很享受郊游带来的乐趣，求知欲也非常强。在生命初期，孩子的大脑需要好奇心不断刺激才能发展起来，需要无感的刺激才能创建出高效的大脑网络。在这方面，大自然两者兼备，温暖的阳光，凉爽的山峰，鸟鸣虫吟，花草的清香，颜色深浅不同的树叶，这一切都能丰富地刺激着孩子的五感。我们的喜怒哀乐、好恶都在杏仁核产生，而海马体是记忆的加工厂。它跟杏仁核是一对好闺蜜，有着相同的癖好，都喜欢带有情绪的信息。为什么有些人平时怎么也记不住，一到考试前却能记住大量的知识呢？这是因为对考试的焦虑情绪和随即产生的危机感激活了杏仁核。记忆力得到了爆发性的提升，所以想要孩子爱上学习，就要唤醒孩子的情绪，加深刺激这2个脑区。宋姐就是利用这一点，帮孩子打通了大脑的任督二脉，使得他们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。因为学习能让他们快乐，所以他们喜欢学习，擅长学习，总有用不完的动力。1岁左右是母语习得的高峰期，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阅读自然图鉴，通过插画学习和了解昆虫、植物、鸟类、鱼类这些知识。但是从绘本中获得的知识是虚拟的，孩子要走进大自然，把虚拟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，才能把书中的知识融会贯通，并且内化成自己的智慧。每当孩子看见书上的东西鲜活地出现在眼前，而且这个他知道，那个他也了解的时候，就会有极大的满足感。这时产生的兴奋、快乐、好玩的感觉，又会让孩子产生新的兴趣和疑问，刺激着孩子回到书中继续深入探索。最终形成一个闭环，有效地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，打造出一个四通八达的神经网络。现在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青草吐绿，阳光明媚，到处都暖意融融的，正是郊游的好时节。陪孩子看自然图鉴，然后一起深入大自然玩耍探索，能让孩子重新认识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。我们家有几百套绘本，这一套刚开始出镜率并不高，当时我还以为孩子不喜欢。自从借鉴宋姐的做法，孩子对这套书就越来越痴迷了。现在几乎每天都缠着我给他读，每一次读，孩子都会有新的发现。每一次郊游回来，他都带着很多新奇有趣的疑问，重新加入书中进行更高层次的探索。画风清新雅致，故事温暖如童话。热情的主人公和小动物们带领着我们走进原野、森林和海滨，不但教我们如何寻找辨认花草、果树、蘑菇和贝罗鱼沙，还教我们怎么去栽培、烹饪、玩耍。比如怎么用橡纸做玩具，怎么用贝壳做项链，怎么用花草做营养。这些自然界的材料都能很好的激发孩子的好奇心，提高孩子动手动脑的能力。好看的书不少，但是像这套绘本这样好看又好玩的，而且能够一步步引导孩子去探索、去动手、去动脑的绘本不多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